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职人小馆，我是 Jordan 钟杰，我是一名饮食治疗师。今天呢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酱料，非常提神、非常开胃的一个酱料哦，那就是娘惹香辣酱。娘惹香辣酱呢，在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酱料，用于各种菜肴，尤其是在烹煮海鲜还有鸡肉的时候。那它带有一种麻辣、香甜跟非常浓郁的风味。那今天我们材料呢，就适合做8份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处理我们的香料，先将我们的辣椒切成小段。那切的时候呢，也不用太过讲究，只是切小个一点，所以我们在煮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更加容易的熟透。那除了有大辣椒之余呢，我们还有指天椒，就是小辣椒。那辣椒呢，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还有辣椒素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帮助那个伤口可以更快的愈合。还有辣椒素呢，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哦。好的，辣椒切好过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来处理我们今天的明星食材，那就是姜花。姜花呢是这道菜的灵魂，因为它的香气呢是非常的足的。我只切1刀呢，就已经可以开始闻到它那个非常诱人、非常清新的那个香气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它切了过后那个纹路是多么的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我们的香茅，我们需要3根香茅，也是一样的，切成小段就可以了。最后一样要切的东西呢，就是老姜。老姜呢，我们需要3片。那除了我们刚刚处理过的辣椒、姜花、香茅，还有姜片之外呢，我们还需要用到蒜，还有红葱头。这个也是一个明星的食材，就是拉沙叶。这样子闻的话呢，它和姜花有相似的气味，但是呢，更加的清淡。我们的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煮吧。我们这里呢有5大匙的油，然后就将刚刚切好的香料都放进来，还有蒜跟红葱头，还有拉沙叶。这个炒的过程呢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因为呢香料里面的香味分子呢都是可以融入油里面的，所以这个油呢可以很好的将那个味道都拿出来。当所有的香料都放进锅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火从小火调至大火，然后不停的翻炒它。炒不到1分钟呢，已经可以开始闻到那个很多香料的那个香气。当那个红葱头呢已经变成略略的透明，蒜头呢也已经有一点点的略焦呢，就代表已经是可以了。再将炒得这么香的香料呢，再转移到我们的食物处理机里面搅拌成酱。好，我们可以开始搅拌咯。那在搅拌的时候呢，也要时不时的打开来看一下，要确保所有的食材呢都可以很均匀的被搅拌到，就将上面没有打碎的那个材料呢都压下去。好的，那将我们的这个酱呢搅拌成这个程度就 OK 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将它转移至我们的锅里面去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还要再重回这个锅里面呢？这个酱不是已经做好了吗？还没有哦，我们这个酱呢还需要调味。那我们煸炒到它已经开始冒小小的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调味了。那调味的第一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来加黄糖。大概1大匙的黄糖，搅拌。我们接下来要加的第2个调味料呢，就是一个非常含有东南亚特色，尤其是马来西亚风味的一个叫做 belacan 的一个粉哦。它是由发酵过的虾干去提炼出来的粉，我们大概要2小时的分量。现在看起来呢有一点干的状态，但是不用紧，我们接下来呢就会放第3个调味料，那就是罗望子水，我们大概要6大匙的量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加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调味料，那就是青柠，可以帮助解腻，还有吃起来更加的清新。我们只需要1颗青柠的量，再均匀的搅拌一下，到这个程度呢，我们就可以盛上碗了。
好，我们的娘惹酸辣酱就完成啦。如果要保存的话呢，可以将它放在密封的玻璃罐里面。冷藏的话呢，可以收1个月；冷冻的话呢，可以收3个月。我们的娘惹酸辣酱做好过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市场购买我们接下来2道料理的食材啦。出发！各位观众，猜猜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现在呢，在一个叫做巴达林寨野的地方。那英语和马来语呢，就叫做 Petaling Jaya。当地人呢，也比较喜欢简称它为 PJ， 是吉隆坡最早的卫星市。那这里呢，始建于70年代，当初呢，是一个以非常小的市集的形式呢来经营生意，就几个小的摊位，以露天的方式呢来做生意。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呢，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室内的社区巴沙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做的是娘惹酸辣酱。同样的，我们会做2道料理呢来搭配。第一道就是娘惹香辣红番茄鱼，第二个就是娘惹酸辣冲浪丸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买我们的食材吧，走。我们现在来选三文鱼。那在买三文鱼的时候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看它的颜色是不是鲜橙色跟粉红色，没有特别深的斑点呢，都属于 OK 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先按一按它，有质感，然后没有太软烂的话呢，都 OK。第三呢，就要翻过来看它的那个皮，如果是有光泽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合格的三文鱼。老板，这个要2个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要买虾。在选虾的时候呢，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呈现淡淡的粉红色，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眼睛。来，我们给镜头看一下，就是眼睛如果没有凹下去的话呢，也代表说它是新鲜的。老板，这个虾我要半公斤。好，可以，谢谢你。我们现在来买番茄还有羊角豆。在买番茄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拿起来，第一步就是要先按一按，先感受它的质地是不是有弹性，不会太软烂。我呢比较喜欢有弹性的，因为吃起来呢口感会比较好。然后也是看它有没有光泽，然后买鲜红色的呢，它的味道就比较足。我们过后呢就是要买羊角豆。如果羊角豆吃起来要比较嫩的话呢，就建议不要买这么大个的，就是买比较小个一点的。就比如说这个。它的大小呢就比较适中，然后要懂它到底吃起来会不会起渣，或者是很难咬的话呢，就是要看它的这个顶部，稍微的用你的拇指去推一推它，如果是有弹性的话呢，代表它是嫩的。好，买了蔬菜，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买水果了。那雪牛油果呢？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颗呢是比较翠绿的，意思就是说它还没有可以吃，要多放3、4天才可以吃哦。那要怎么知道它可以吃还是不能够吃呢？现在我手上面拿的这个呢，就是已经熟了的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表皮呢是比较深褐色的，而且它的蒂这个部分呢也是变成深褐色的，给大家比一下。老板，这个我要3颗。谢谢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的材料已经买完了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去厨房煮菜给我们的嘉宾吃啦。我们的食材都买齐了，现在呢就来欢迎我们这一集的嘉宾艾琳。Hello， George。Hello， 艾琳。艾琳呢，她今年32岁，她是一名人力资源部的经理。通常做工呢都要加班，所以她通常都会处于在吃和不吃2者之间。吃的话呢，就觉得会增加重量；不吃的话呢，又会影响到她的肠胃，久而久之还会影响她的食欲呢。我是艾琳，然后我来自吉隆坡，目前呢是在一家私人企业担任这个人力资源部经理。朋友常常描述我是一个蛮热情的人，但其实我是一个蛮热的人，所以需要一点点的时间去适应一下新的环境和人事物。但是我觉得我在处理事情方面呢，我配合度蛮高的。我们有1集的时间好好去认识彼此，然后热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要来为他制作一道很好吃的料理，一个很红的料理，名字呢就叫做娘惹香辣红番茄鱼。
那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步骤呢，就是要来处理我们的三文鱼。三文鱼呢，就要先切片。这个三文鱼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嘛？那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应该是很高的。对，没错，它富含这个健康的脂肪 omega 3。那 omega 3呢，它可以帮助保护心脏之余呢，也可以减少我们体内的炎症哦。我们将切好的三文鱼放回进碗里，过后呢，我们就要来腌制我们的三文鱼了。那么卓珍，我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忙的吗？有，我要你帮我切番茄。好，可以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在用这个姜黄粉来腌制我们刚刚切好的三文鱼。姜黄粉呢，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呢，就是也是可以帮助降低我们体内的炎症，因为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剂。已经腌制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煎我们的三文鱼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火。煎三文鱼的时候呢，建议大家先用小火。所以这次煎三文鱼呢，我们只需要大概1茶匙左右的油量就好了。建议大家先从皮的那个部分先炒下去煎这个三文鱼。需要煎很久吗？不需要，其实三文鱼呢，我们只需要煎到它的外表稍微略黄，有呈现焦黄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只是要锁住它的水分，等一下我们在焖的时候呢，它还会继续再煮的。然后姜黄呢，当它和油触碰过后呢，它就可以让那个姜黄素更好的让我们的身体吸收。可以先来翻一下。听起来应该也不会太难。你平时有下厨的习惯吗？非常的少。但是我相信这一道料理呢，你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学起来。已经看起来有焦黄色。对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那个鱼皮呢，已经呈现一点点焦黄的那个感觉了。我们的三文鱼呢，大概煎到这个程度呢，就可以捞起来备用了。然后呢，在同一个锅里面呢，我们再放多一点点的油，大概1茶匙的量。然后呢，就将我们刚刚做好的娘惹香辣酱放进来，将它翻炒大概2到3分钟，直到呢我们可以嗅到它的香气，我们就可以加我们其他的材料进来了。平时有偏好什么样的口味的食物吗？其实我不太挑食，但是因为我经常加班的关系，所以我每次回到家可能都已经晚上8、9点了，所以就很挣扎，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这样子。所以有时候就不是白饭的情况下呢，如果看到餐桌上如果有偏向酸甜的食物，我就会很开心，就觉得生活没那么苦。其实定时吃饭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你不定时吃饭的话呢，很容易会引起肠胃的问题。你可以像我们这样子呢，准备酱料，然后当你有时间烹饪的时候呢，就会更加的快速跟方便了。我现在已经开始闻到它的香味了，是不是很香？好，当我们闻到它的香味过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加入刚刚切好的番茄。好。然后当我们在炒的过程中呢，那个茄红素跟那个油接触过后呢，它可以让那个茄红素更加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。炒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就是当番茄开始软化跟释放它的水分出来，就为之 OK 了。好的，我们炒了2、3分钟过后呢，我们的番茄也已经软化了，然后呢也已经出了水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添加我们的黄梨。那么这个黄梨如果加下去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增加那个甜味啊？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道菜呢是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的，因为呢黄梨本身就已经有甜味了，而且有酸酸的那个感觉，就可以让食物吃起来呢有酸跟甜的味道。那加了黄梨过后呢，大概煸炒了1分钟过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加一点点的水进来了。我们就翻炒一下。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，那就是将我们刚刚煎好的三文鱼呢放进来了。那么如果我们不放鱼的话，还有什么其他可以搭配的吗？如果不放三文鱼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其他高蛋白质的食物来取代，比如说鸡肉啦，或者是如果海鲜的话呢，可以放章鱼，甚至是放蛤蜊也 OK 的。放三文鱼的话呢，就要非常的小心啊，因为三文鱼它很脆弱，建议放了三文鱼过后呢，就尽量不要有太大的动作去搅拌它了。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翻弄一下。这样焖的过程要大概多久时间？焖的过程其实不会太久，因为我们的酱料已经是很入味了，而且鱼呢它本身煮熟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所以可能再多个5分钟就 OK 了。
最后一个步骤呢，我们就是来加我们的羊角豆。这个羊角豆我们不需要切吗？不需要，这个羊角豆呢，千万不可以切哦，因为切的话呢，它就会释放出它的黏液，它会让整锅食物呢看起来很粘稠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开胃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大概需要5根羊角豆的分量，直到那个水淹盖所有的食材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关上盖，让它焖煮5分钟。哦，已经焖煮好了，那个羊角豆呢也应该是变软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进行调味的这个动作。首先，我们来放一点点的盐，几青柠汁，让它吃起来可以更加的清爽。我们现在稍微搅拌一下，也是要轻轻的搅。现在我们就可以上碟了。看起来太开胃了，是不是很下饭的感觉呢？是，应该可以吃多几碗饭。1碗就好了，分量还是要拿捏的。我们的第一道料理娘惹香辣红番茄鱼就准备好了。我们呢，现在就来准备我们的第2个料理娘惹酸辣冲浪碗。那艾琳，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冲浪碗呢？冲浪我就听过，冲浪碗我就没有听过了。其实冲浪碗呢是源自于彩虹之州夏威夷的，就是 poke bowl 的意思。poke 呢就是切块的意思，就是将当日所捕获的新鲜的鱼货切成块，然后再搭配蔬菜，淋上酱汁一起食用来吃的。但是我今天呢就会耍一点点的花样，就融入我们的娘惹酸辣酱进我们的这个冲浪碗里面。很特别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处理我们的蔬菜的部分。那我需要你的帮忙，将我们的胡萝卜刨成丝。好。那同时呢，我也会将这个紫包菜切成丝的。那我现在切制的这个紫包菜呢，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生化素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抵抗自由基哦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会将这个黄梨给切成小块。今天基本上呢，就是将我们所有所需要到的蔬果呢，切成可以用汤匙直接舀起来吃的那个大小就可以了。然后黄梨呢，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还有消化酶，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。好了，可以看见你的胡萝卜刨成什么样的程度了吗？我觉得这个量已经是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已经有了橙色，有了紫色，有了黄色，现在呢我们就需要红色。红色呢，我们就有选用了樱桃番茄，好，大概8颗的量，然后每一颗都切成1半就可以了。这样子看起来呢，颜色已经是非常的鲜艳了。我们的食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的米饭比较特别，我们用的是红米。会用红米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它有比白米含更高的纤维含量，还有矿物质的含量，所以吃起来呢会更加的耐饱，跟对健康更加的有益。那现在呢，就要麻烦艾琳帮我们盛那个饭进我们的碗里面。好。大概要多少的那个饭量呢？饭量的话呢，就依据你拳头的大小去量，就是一餐应该要有的淀粉的那个分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组装吧。好，你可以先放胡萝卜。要放多少的量呢？看你的碗的大小，但是我建议呢不要太贪心，先放一点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食材。有了胡萝卜，那我就放刚刚切好的包菜。樱桃番茄，现在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特别嘉宾，就是这个木须芽。你有吃过或者是听过这个东西吗？没有看过，也没有听过。木须芽呢，它非常营养丰富啊，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跟矿物质，尤其是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铁还有镁，所以多吃呢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益哦，尤其是对女性的健康。哦，是哦。那我们也是来放一点点在里面。那这个木须芽呢，它除了可以这样子生吃之外呢，它也可以做很多的搭配，比如说可以搭配卷饼啦，或者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冲浪碗，也是非常的好吃的。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？英文我懂，但是中文我不知道。英文叫什么？edamame。没错，edamame呢，中文呢就叫做枝豆或者是毛豆，在日本料理呢通常都很容易见得到的。那毛豆呢，它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性蛋白，所以对素食者来说呢，是摄取蛋白质的一个很好的食物。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鲜呢就是虾，这里有穿烫好的虾，我们放
3个吧。那如果你不吃虾的话呢，你可以以鸡胸肉，或者是以豆腐干，或者是以天贝来取代，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放核桃。核桃在这里的作用呢，就是提供健康的脂肪，它有非常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哦。我们吃多的话呢，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，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。最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来加我们的牛油果。很容易的，将牛油果切一半，然后顺着那个壳呢转一圈，然后用手拧开，嘿。哒哒哦，这个牛油果非常的新鲜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呢，就转开，再取出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在牛油果上面呢画几刀，再用一个铁汤匙顺着它的那个皮呢转一圈，然后再放在我们的冲浪碗上面。那这个牛油果呢，它也是有非常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，也是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。那加在这个冲浪碗呢，就可以给一个非常有奶油丝滑感的那个口感。最后，我们的主角就是我们的娘惹香辣酱，不需要很多，只需要1个茶匙的量就好了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娘惹酸辣冲浪碗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听你这么一番解释，我已经开始觉得饿了，你懂吗？那我们就来开吃吧。艾琳，我们现在来试试我们的娘惹香辣红番茄鱼。好，怎么样？好开胃，很适合我们这些下班之后又没有什么食欲的人吃。就是我觉得，如果可以准备这样子酸酸甜甜、很开胃的话呢，可以让你吃起来更加有精神。再搭配1碗小米饭的话呢，我们已经有蔬菜跟蛋白质了。再搭配1碗小米饭呢，就是均衡的一餐了。对，那我想问你哦，艾琳，你平时工作压力会很大吗？这个还蛮大的，因为我觉得人力资源部呢，简称人事部，是公司的这个管理层还有员工之间的桥梁，所以在处理我们自己的分内事之外呢，我们也是需要去了解各个部门的运作，所以各大小事都关我们这个部门的事。那我觉得呢，就好像这个冲浪碗这样子，这么多的材料，然后就好像你在公司需要面对很多形形色色的人，对吧？对，其实工作不难的，难就难在你在跟各个部门的人在协调的时候，你会遇上各种职场上不一样的人，所以这个才是最挑战的部分。这样子听起来的确是很不简单。但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呢，就好像这个冲浪碗这样子，有很多不一样的材料搭配起来呢，才会好吃。我觉得这2道菜呢，其实制作的过程也不是很复杂，而且可以一次性吸收很多营养，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吃，所以我觉得我下班之后可以试试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还是会有不同的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酱料的魅力，听他们说他们职场的故事。如果你对我们的料理有什么建议的话呢，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